张凌赫、田曦薇今年绑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多了，别跟我说这就是纯粹的凑巧。2026年上半年，这两人的行程表简直像是在玩捉迷藏，很多粉丝只看到了同框，却没看到那些藏在公开行程背后的恐怖重合度。今天咱们不聊虚的，直接把这半年的行程表摆出来，把时间点精准到分钟，看看这到底是所谓的巧合，还是那种哪怕隔着全网的视线，也要在某处交汇的双向奔赴。宝子们，这一期内容密度极高，建议先点赞收藏，咱们慢慢挖，看看能不能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。我知道很多人在等一个实锤，等一个能把这些碎片拼成圆满结局的真相。别急，咱们从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那个下午开始说起，也就是张凌赫晕倒的那一天。那天下午3点，张凌赫倒下了，这是全网心疼的高光点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漏洞。因为那天田曦薇没工作，田曦薇那天她的行程表干干净净，没有通告，没有拍摄，没有公开活动。这种级别的一线女艺人，在流量爆发期整整1天空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。粉丝当时就在骂说行程不对劲，但巧就巧，在田曦薇当天的社交动态定位就在那家医院附近，只有20分钟车程，也就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。在这个时间点，她出现在了这个方位，这是巧合吗？我不信，因为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选在这个敏感时刻出现了。我们把视线拉回到4月，张凌赫在拍戏行程排到窒息，每天只睡3-4个小时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连轴转。而田曦薇呢，她只要有休息，就会出现在张凌赫剧组的周边区域。咱们拿地图追踪法盘一下，打开地图，把两个人的轨迹标记出来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，他们的重叠轨迹不是1次2次，是规律性的，就像2条磁铁，不管中间隔着多少工作，多少阻力，最终都会在这个特定的坐标重合。很多营销号只敢说撞行程，咱们今天说的更狠一点，这叫精准覆盖。尤其是那几次剧组收工的时间点，张凌赫收工，田曦薇刚好就在附近，张凌赫开工，田曦薇的定位刚好离开，这种完美错位的默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果这不是为了见一面，那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两个人连休息的地盘都审美一致？别天真了，娱乐圈没有那么多的不谋而合，所有的不谋而合背后都是精心计算过的时间成本。宝子们先点个关注，接下来的数据更炸裂，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挖。很多人觉得艺人行程重合很正常，毕竟都在同一个圈子，同一种资源链。对，这话没毛病。但请注意，我刚才提到的是什么？是时间成本。张凌赫的工作强度大家有目共睹，他那是真的在拿命换流量，一年365天，几乎天天在剧组。在这种极度压缩的生存模式下，他哪来的时间去搞那些所谓的巧合？如果这些重合真的是巧合，那田曦薇的运气简直好到让人背脊发凉。每一次，真的就是每一次，只要是张凌赫行程最累，最需要人在身边的时候，他就刚好有空档。这是什么神仙缘分？咱们算笔账，一个顶流男主，一个甜妹天花板，他们的工作排期是助理经纪人甚至资方3方博弈的结果。想要调整出半天的空档，那是需要提前多久去沟通的，更别提还要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片区，这背后需要多少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需要多少次的推辞通告拒绝商务修改行程，这哪是普通的巧合，这分明就是一场极限拉扯后的默契。为了这几小时的相处，他们到底推掉了多少价值100万的资源？你们去细看那些通告单，有些明明可以参加的活动他们就是没去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他们要留给彼此。这种为了对方而牺牲事业表现的行为，在资本至上的内娱简直就是一股反资本的清流。别跟我提什么团队配合，团队是负责搞钱的，不是负责搞浪漫的。如果不是本人意愿强烈到必须如此，经纪公司怎么可能放任他们这么折腾？这才是最硬的糖，没经过任何工业加工，纯粹是时间逻辑堆出来的证据。听到这还没点赞的宝子们，赶紧了！接下来的审美默契盘点，你会发现他们连想法都是同步的审美默契，这东西比行程重合更难伪装。行程可以解释为通告安排，但审美是刻在骨子里的选择。你们去搜一下他俩半年的物料、衣服颜色、单品款式，甚至手机壳的配色，这不是1次2次的偶然，这是大面积的高频率的撞款。最离谱的那次是5月8号张凌赫杀青，他穿着那件亮黄色外套，全网刷屏。结果呢，同一天田曦薇晒出的日常动态里，黄色上衣的饱和度简直就像是从同一个色卡里调出来的。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除非他们私下里审美就是完全互通的，甚至不用开口，不用问你今天穿什么，对方就能选到那个跟你搭成一套的颜色。这种频率的心有灵犀在娱乐圈里太少见了，那些为了营业的 CP 往往还要刻意穿情侣装，生怕观众看不出来。但他们两个呢，全是日常随手拍的单品，全是私人时间里的选择。这种不经意流露出的合拍，比任何刻意营造的甜蜜都更戳人心。
主持人问张凌赫是不是和田曦薇审美很像，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？他笑了，那个笑眼神里是坦然的，也是藏着事的。他说挺像的。这3个字听着简单，但结合这种频繁的隔空撞款，你们细品，这到底是在回答审美，还是在默认某种私下的默契？很多工作人员私下都爆料过，说他们选东西的眼光确实惊人地一致。这种一致性不是经纪公司能培训出来的，这是2个人长期接触甚至深度了解后才会产生的共振，不是粉丝强行磕，是这种共振太强，强到连品牌方都觉得这俩人如果不放一起，简直是审美界的浪费。这种默契是藏不住的，因为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。你们想，如果一个人跟你连审美都高度同频，那你们之间的距离还远吗？咱们再往深了挖一点，聊聊那种藏在镜头底下的眼神密码。很多宝子说磕 CP 磕到最后就是磕眼神，因为肢体动作可以演，台词可以对，甚至连同框互动都可以是剧本设定，但眼神骗不了人。特别是那种在公共场合那种被长枪短炮对着的时候，你们注意看张凌赫在有田曦薇在场的群像采访里，他的眼神重心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那个区域，他不看镜头，也不看主持人，他的眼神轨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定点回转，那就是看向田曦薇所在的位置。这种动作心理学上叫本能追随，这是骗不了人的生理本能。甚至有一次主持人提问田曦薇的时候，张凌赫在旁边的反应，他没有看田曦薇，而是低头，嘴角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向下压的动作，然后又迅速上扬。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防御性微笑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看着对方，他必须把这种关注收回来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。这种下意识的带点隐忍的控制感，比起那些大庭广众的亲密，更让人觉得窒息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关注是高频的，甚至是时刻在线的。他时刻在监测田曦薇的状态。这种关注度，如果不是那种深入灵魂的在意，普通朋友真的做不到。你们再去对比他对待其他合作女演员的状态，那种礼貌的距离，那种客套的营业感，那种完全剥离了个人情感的职场微笑，一比就出来了。所以别跟我说这是什么好搭档，这明显是把对方划定在了自己的私人领地，哪怕隔着几十米的人群，他的雷达也永远锁死在那个人身上。很多宝子可能没意识到一个点，内娱的资源置换，那是真正的刀光剑影。为什么这2个人上半年能有这么多同款和重合？这背后其实是双方资本团队的一种默契式让步。你们去盘一下，这2人的背后其实代表了不同的资本博弈路径，但在2026年这半年，他们却在商业代言和角色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趋同性。这不是巧合，这说明他们背后的人达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共识。只要他不影响对方的商业闭环，只要不搞垮对方的口碑，有些私人形成的重合是被允许的，甚至是被默许的。资本是很现实的，如果这2人恋情会对股价造成负面影响，资本早就下场干预了，哪还会留给粉丝这么大的挖糖空间？现在这种不辟谣、不回应，只给一点点苗头的状态，这就是最典型的流量红利经营模式。他们不仅是彼此的支撑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彼此的流量护盾。一旦其中一个人被黑、被攻击，另一个的粉丝团就会形成一种天然的防御联动。这种联动不是谁组织出来的，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利益共同体化了。他们不仅是情侣氛围，更是事业战友这种共同成长的关系，比起那种短期炒作的恋情要坚固100倍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全网闹得再凶，他们2家粉丝撕得再狠，只要2人一露面，那种宿命感就回来了。因为资本也发现这对 CP 带来的长尾效应远比拆开来单干要强得多。既然你们都爱看，那我就给你们演这种演，可能演着演着就演成了真的。因为那种为了对方资源让步的细节，那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深情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